我吗？你对我好，我没有办法报答你，只能请求你的原谅。好，我原谅。我把三号院留给金奎了，请你原谅。你的，你自己做主吧。李师傅，金奎，你手机怎么没开呀？我手机快没费了，我不用时尽量关着。你是这么早就出去了，还是昨天就没回来呀？我去中医诊所找李大夫去了。您找我有事吗？高春昨天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我昨天也让周鑫赶出来了。那你今天还去医院吗？你还能悄悄带我去看看高纯吗？今天中医又开了一个方子，说他吃了一定有效。你还能把中药带进去吗？怎么可能啊？恐怕我跟你一样，也要离开三号院了。今天我来找你啊，是有个重要事情。这几个折子呀，已经空了，都转到这上头了。还多几百块钱利息的零头，我没往里搁，400万，凑个整吧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上面怎么写的是我啊？这是高春让我带给你的，这是他全部现金存款的1半。他怕他一旦不行了，他立下的那份遗嘱，周鑫不肯遵照执行，所以叫我
把钱先转给你，转成你的名字，钱拿在你的手里，他就完全放心了。房子不怕，除非周鑫把3号院一把火烧了，否则他不会扣着不给你。钱就不好说了，突击花别说400万，4000万也花得出去。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他。他知道的，我只要他。我想带着他走，我们还回云朗，回我们的家去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不管有钱没钱，我们都会开心的。云朗，云朗也是我的家，我在那儿出生长大，一直到变老了。但我现在不想回去了，将来也不想回去了。我要让君君在金陵发展，在金陵他才会有前途。我一切都是为了君君。这件事儿，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私下向你打个招呼为好。最近好像高纯身体很不好，情绪也很悲观。那天叫我去了，说是要立个遗嘱。这事儿他跟你说了吧？说了。啊，遗嘱内容，高纯没让我对外公布，就像他父亲立遗嘱时那样，他父亲去世前遗嘱的内容也是瞒着大家的。内容我都知道了。哦，是吗？蔡百科先生临终前已经对人力活动3号院的归属做了明确的安排，
这一点我们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，并且在交接3号院的时候也做了书面确认。蔡百科先生的遗言在前，高纯的遗嘱在后。当2份遗嘱内容发生抵触时，按照法律的原则，应当以在前的一份为准。关于2份遗嘱的效率问题，先来后到的原则，我没有意见。问题是父子2人先后的2份遗嘱，在内容上并无抵触之处。蔡百科先生的临终遗言讲得很清楚。正当高纯未婚时，其财产才由蔡女士代管。在高纯死亡、发生遗产继承行为时，高纯如无子嗣，其妻子钟欣女士放弃对3号院的继承，仅此而已。没有剥夺，也不能剥夺高纯对包括3号院在内的全部个人财产的支配权。高纯的那份遗嘱是不是你写的？除了3号院，上面还写什么了？对不起，未经隶属人同意，遗嘱的内容不便公布。即便公布，不一定要向您公布，因为您并不是这份遗嘱的受益人。3号院本来就是我们蔡家的祖产，我父亲临终之前把这个院子托管给我，现在他要怎么处理这个院子，我当然要管。是我父亲是让我弟弟住这个院子，但是不代表让他随便送给别人。只要他不在了，这个院子我们蔡家随时要收回来。周小姐，你当初也是非常尊重蔡百合先生遗愿的，所以你当时签字宣布放弃对3号院的继承权。可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先生居然把蔡家祖祖辈辈传下这院子，白白的送给一个和蔡家和你本人都没有一点关系的女孩子，这是对蔡家和你本人来说都是个极大的耻辱，传出去大家脸面上都不好看。3号院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是高纯的财产，高纯愿意留给谁，我无权干涉。你是他老婆，也是他现在财产的管理人，你怎么无权干涉了？金奎跟你丈夫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想我不说，你心里也很清楚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，但如果有男人这样对我，我连杀了他的心都有。我就不相信你这么窝囊。现在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，就算是不打不成交吧。咱们首先不能让那个叫什么金奎的得到遗产，无论是院子还是现金都不能让他得到，特别是院子。我建议先把这个院子的房产证拿出来放在我们这边，然后还要请周小姐回去做好你先生的工作。他现在病得这么重，头脑不清楚，他能定出这么一个对你无情无义的遗嘱来，肯定是被那个女孩子蛊惑了。现在的年轻女孩为了钱什么招都使得出来。如果你不愿意让蔡小姐保存房产证的话，可以把房产证放在我这里保存，这样那个女孩子想拿走房产证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如果高纯坚持索要房产证的话，你就可以说房产证在律师那里，让他到我这儿来要，到我这儿来要，他就不可能那么容易的把房产证拿走了。房产证交给你？我知道周小姐肯定不愿意违背你先生对你提出的要求，她一旦让你把房产证交出去，让你交给那个女孩子，你说你交不交？你不交你就违背了你先生的意愿，你交了你不屈辱吗？不窝囊吗？那个女孩抢走了你的丈夫，又抢走了你应得的财产，高纯的财产除了3号院以外都应由你一人继承。那个女孩横刀夺爱，巧取豪夺，你当然不应当束手无策，不应当让她得逞。刘律师，要不然我把房产证放在您这儿，由您暂时保管。也可以，只要能防止高纯很容易的把房产证直接转给那个女孩子就可以了。你可以说你是根据当初放弃对3号院继承权的协议，早把房产证放到律师那里了。如果高纯坚持索要房产证的话，我们作为与3号院利益相关的一方，我们有权利对这事做出干预的。按规矩，我已经承担了高纯遗嘱的律师工作，就只能在同一案件中代理高纯一方，而不能代理不同利益的双方，这是规矩。不过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介绍你其他律师事务所，另外请个律师。那今天这事我们双方就算达成了口头默契了，关于房产证的事就这么处理了。如果高纯健康长寿，
那咱们就皆大欢喜，一切维持现状。如果高纯一旦不行，那他的财产，特别是3合院究竟如何处置，我们双方都可以主张权利嘛，然后交由法律来裁决吧。让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性，尊重法律的权威吧。找到吗？房产证，3号院的房产证，我记得就放在那儿的。周信啊，你别着急，这个东西不常用，不容易丢的。你以后把护照、户口本还有房产证都放在一个抽屉里面，用完了马上放回去，这样就不容易丢了。是啊，我记得就放在那儿的。房主叫什么呀？我给你查一下吧。是叫高纯吗？这没有这个人的房产登记啊。那是哪个高哪个纯啊？不会吧？您查的是人力胡同3号院吗？啊，高是高兴的高，纯洁的纯。哪个院子不重要，现在我这儿登记资料里面就没有高纯这个人的名字。没这个名字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就是没这个人呗。全金陵市的房屋户主我这儿都能查，就没有这个叫高纯的人。他是不是没办过产权登记手续啊？你们那是老房新房，是产权房吗？办了呀，我们当初是按照遗产继承的手续办的过户，我们还是专门委托律师办的呢。那房产证我也看见过呀。没有，没这人。您得给好好查查，肯定有这个人。那你们去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查吧，我这儿不负责查这个。房主不对呀，不是你说的那个人啊。不是叫高纯吗？不是，房主叫金奎。
金奎？是啊。我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儿，尽管高淳立足的事儿是委托我来办理的，但他已经把3号院的房屋权属变更给金奎这件事儿，我完全不知情。他想得倒容易，他一个小保姆就敢偷下这么大的产业，他要不是疯了，就是这个世道疯了。哼，他要是真敢拿下我们家这院子，我就敢这辈子什么都不干了，我跟他斗到底。我估计高淳本人不一定知道这个情况吧，他现在病成这样了，恐怕没有这种心计，就算有，也没这个能力去指挥金奎做这么复杂的事情啊，而且也不可能啊，也不合理呀。他这么急的变更3号院的权属，那不是连自己的遗嘱都不信任了吗？不至于怕得这么迫不及待吧？你找的这个小保姆，不会连你们家的存折都换成他的名字了吧？你赶紧回去看看。这个院子你不关心，这存折你总应该关心吧？钱可是你的。对，你赶快回去看看吧，看看家里的存折还有贵重物品少没少。那些紫檀黄瓦雷的家具他不好拿，好拿他也不一定懂，但是那些值钱的小件顺手牵羊那都很可能的。你们回去仔细的清点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少了什么东西。你回去先看看吧。如果家里确实少了东西，那就可以以家里失窃为由，请公安机关介入这事儿了。刘律师，我建议你尽快去问一下高淳，看看他对金奎变更3号院房产这事儿是不是知道，是他主动让金奎变更的，还是金奎缠着他，或者威逼他同意变更的，都得问清楚才好。如果是后者，以高淳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完全可以认为是在无行为的能力状态下，受人胁迫或者迷惑而做出的决定，法律上可以宣告无效。怎么样？有问题吗？存折一共6本啊。少了几本？你给我看看一共少了多少钱？3本加起来400万多一点。少了一半。一半是多少钱？400万。什么？400万？喂，我问过他了，他肯定不知道房产证已经更改这件事情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存折都在吗？咱们见个面吧。现在吗？怎么样？刘律师见到高淳没有？见到了。那高淳怎么说？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存折不见的？刚刚发现，房产证被更改和存折少了都是今天发现的。别赌气了，跟这么个小偷犯不着的。既然高淳没有指使金奎更改房产证，那存折肯定也不会是他让金奎拿走的。这至少说明，高淳对我这个妻子还有起码的信任，起码的尊重。少了多少钱？大概400万吧。林典同志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算是把我们家这个院子非法据为己有，这个院子可是值2个亿啊！你说他要是偷了2个亿的东西，是不是都够判死刑的了？他这可不是偷了400万，而是偷了2个亿啊！这案子你们要立为大案要案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！他想那么轻易的就把这3号院弄到手，他这是做梦！他真是人小胆大。你说的这个他是谁啊？你到底说谁？
那天你当班的时候来办房产证的人多不多？多呀，要不我有些问题怎么会记不清了呢？那天人多。这个院子有人来办变更手续，你不是还记得吗？因为这院子是个老别墅，所以我有印象。我们一般都是办住宅楼，高级公寓也有，办个老别墅的很少，而且这老别墅特别大，所以我有印象。你印象中来办手续的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，我印象中是女的。是什么样女的？你回忆一下。穿的挺普通吧，不像那么特别有钱的。有口音吗？哪个地方人能听出来吗？应该没什么口音吧，要是有口音我应该还记得。那他多大年纪？好像还挺年轻。他有多高？身高？身高我说不好。是胖是瘦？有什么特征吗？不胖吧，正常吧。这个叫金奎的来办手续，他的证件、文件什么的齐全吗？齐全啊，不齐全我们肯定办不了。他的身份证、原户主的身份证、原房产证，还有原户主的遗嘱、原户主的死亡证明。死亡证明？是谁的死亡证明？是高纯的死亡证明吗？是啊，是原户主的死亡证明啊。那死亡证明上说高纯是怎么死的？是哪儿开的死亡证明？病死的吧，就是医院开的那死亡证明。哪个医院？是光明医院吗？你再想想。外地？什么地方？哪个外地？好像是云朗吧。云朗？我孩子的女朋友是云朗的，所以我有印象。我记得是云朗。云朗什么医院？哎，对不起，请您找谁？高纯在吗？请问你是哪的？我是他朋友，他在吗？啊，病人现在不能看，要看也是由家属陪着来看。我就看一眼，我不多说话。不行，不要啰嗦了。我们在房屋权属服务中心也没有问出多少确定性的情况，但至少知道了来办理权属变更手续的确实是女的，而且确实持有一份证明文件，并且靠这些文件顺利地将数以亿计的财产更名易姓、改换门庭了。既然变更三合院产权的主要依据是一份原户主的死亡证明，而这份死亡证明不用调查也知道是假的，所以来办变更手续的这个女人已经肯定涉嫌伪造公文印章，也就是说肯定涉嫌违法犯罪了。而同时持有云朗某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和高纯遗嘱的，似乎只有来自云朗的金奎嫌疑最大。而且金奎是变更产权这件事的唯一受益人，所以那个办手续的女人恐怕非金奎莫属了。这个金奎现在在哪儿？你是金奎吗？你是哪人啊？我是云朗的。身份证呢？办暂住证了吗？办了。我看一下。我们是公安分局的，因为你涉嫌盗窃公民财物，
所以我们今天依法对你的住所，也就是这个屋子进行搜查。这张是搜查证，先看一下。盗窃？我？我盗窃什么东西了？你们有什么证据啊？你们？我盗窃什么东西了？包是你的吗？打开一下。我盗窃什么东西了？什么东西？看见没有？就是这个。这是你的吗？这存折是你的吗？这是我一个朋友的，是他存放在这儿的。一个朋友？哪个朋友？是我朋友。你朋友叫什么名字？这叫高纯。这是高纯放在这儿的，他现在病得很重，所以他叫人把存折拿过来存放在这儿了。存放在这儿？那怎么改成你的名了？还有房产证呢？云里胡同3号院的房产证你放在哪儿了？什么？房产证？这就是高纯。这个有点像，这个也有点像，这个有点像，这个不像。这个不像。这个有点像，这里面有几个像，但具体哪一个，我记得不太清楚。这里面你们主要怀疑谁啊？今天我们把你们请过来，你们都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和代理人。我们请你们来，主要是通报一下仁里胡同3号院失窃案的调查情况。这个案子已经查明的事实是，3号院失踪的这400万元，确实如你们报案时所怀疑的那样，已经落在了金奎的手里。对此，金奎本人已经承认。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，我们准备先告一段落，这1-2天就准备撤案了。什么？撤案？撤案？既然你们已经确认赃款在卷规手上，而且金奎自己也供认不讳，那你们为什么不对他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呢？总不能仅仅让他退了赃款就算完事了吧？你们公安机关还应当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盗窃财物数额巨大，依照刑法的量刑规定，至少可以判到无期徒刑。这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，你们既然已经人赃俱获了，凭什么那么便宜就把他给放走了？我们来报案可不是光把钱追回来就行了，要把这种胆大包天的罪犯抓起来，绳之以法。你们找到钱马上就撤案，我们坚决不同意。你们分局要是不能秉公执法，我们可是有权利向你们上级反映的。这事不能光把钱找回来就算完了。
这个钱你们暂时还拿不回去，这400万目前还在金奎的手里。我们确实在金奎手里找到了这400万元的存折，但金奎手里同时还握有高纯的一份遗嘱。这份遗嘱规定，金奎可以获得3号院的房产和400万元现金的遗赠。根据金奎解释，这张存折是高纯委托他的师傅从家里拿出来交给他的。我们也找到了高纯的那位师傅，据这位师傅说，是高纯让他把存折取出来交给金奎保存的，把存折改成金奎的名字也是高纯同意的。我们也去了医院，想找高纯本人求证一下，但高纯现在情况不是太好，据医生反映，他的神志时迷时清。我们把这事简单向他说了一下，他现在说话困难，不过感觉他是听懂了，他没有做出否认的表情，所以这件事以我们现在查到的情况看，认定金奎盗窃财物证据上是不够充足的。金奎不仅持有高纯的遗嘱，又有证人证明存折改成他的名字是高纯本人的意愿，再说他盗窃就很难成立了。这笔钱本身就是高纯的，他要把钱给谁是他的权利，至于是不是经过他爱人的同意，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也都是家庭内部的关系问题了，不构成犯罪问题。即便高纯没有让金奎把存折改成他的名字，但遗嘱上规定这笔钱是分给金奎了，所以他提前落到自己名下，这件事就很难按盗窃罪处理了。现在这件事继续按刑事案件进行侦办，已经缺乏依据了。那房产证呢？房产证也让他私自给过户了。我弟弟还没死呢，他就说我弟弟死了，而且把我弟弟在老家的户籍都给注销了，这又该当何罪呢？你们总不能说这也是我弟弟让他干的吧？我们在对金奎住所进行搜查中，只搜到了存折，没有搜到房产证。根据在房屋权属登记处的调查情况看，目前也不能确认把3号院房产过户这件事就是金奎干的。当然，这件事我们还会继续调查。如果确认是哪个人干的，那他至少涉嫌了伪造公文印章罪，是可以依法处理的。我们现在撤案的只是3号院的失窃案，不是这个。那你们在调查的时候是不是得？可现在的问题是，高纯还在，还活着，而3号院和他差不多一半的钱已经被金奎据为己有了。至少3号院是依靠伪造的文书证明办理的产权过户吧？这肯定不成立的，总不能让这件事既成事实吧？这我们理解。不过我们公安机关的任务是打击犯罪，查找罪犯。至于3号院还有那400万，这些财产，如果你们认为应当从金奎手中要回来的话，可以通过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你们的权利。你们是律师，这些事儿你们应该懂吧？你找谁呀？高纯住哪个病房啊？高纯出院了。高纯出院了？和金奎的这场官司肯定是要打的，但对打赢这场官司的难度恐怕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因为从法律上说，金奎手上高纯那份遗嘱实在太强大了，除了高纯自己，几乎无人可以胜他。把你今天跟我说的这几点跟他们俩都说说。我建议，这场官司只能由周小姐以高纯妻子的身份，代表高纯向法院提出诉状，起诉金奎擅自转移财产，要求他退回存折，并且将3号院的户主改回高纯名下。今后高纯一旦过世，再由我们各方协商或者诉讼解决3号院的最终归属。由我起诉？是由你代表高纯起诉，原告是高纯。怎么样？放心，都安顿好了，已经住下了。顾泽，我不太放心，